F-35和苏武器同框，川普为对印军售 F-35铺平道路。普京加紧队伍作战，遭遇史诗级失败，损失2万俄军，仅3%无人机命中。欧洲空前团结支援乌克兰，3万欧洲联军集结，9亿欧元援助跟上。俄乌战争究竟将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在刚刚开幕的印度航展上，俄罗斯的苏57和美国的 F-35罕见的同框亮相了，这也让印度方面十分欣喜，甚至开始有了选择困难症。俄罗斯表现得十分积极，明确表示愿意向印度出口苏57，并且愿意在印度国内建设生产线，帮助印度制造隐形战机。可以说，俄罗斯的条件非常优厚，但印度却犹豫不决。一方面，之前印度主动撕毁了俄印5代机项目，退出了苏57的研发。好马不吃回头草，这要是继续购买苏57的话，莫迪面子上估计挂不住。而对于美国的 F-35，印度人就兴趣大多了。然而之前呢，美国一直拒绝出售给印度 F-35，只愿意提供老一代的 F-15EX 或者在 F-16基础上打造的 F-21。印度对此显然非常不满意，认为纯属是花冤枉钱。如今川普上台后，美国终于松口，同意出口 F-35了。2月14号报道，当地时间13号晚间，川普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在会谈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印宣布全面加强两国的经济和军事联系。川普呢还很给莫迪面子，宣布美国将从2025年起加大对印度的军售规模，增加几十亿美元的武器出口，还首次向印度提供了5代机松口，表示将为印度出售 F-35铺平道路。值得注意的是，川普还声称美印将联手打造一条史上最强贸易路线，从印度到以色列再到意大利，最终抵达美国。然而这桩军售大计呢，并非只是2个国家之间单纯的交易，不仅包括了复杂的技术转移，还牵动了整个亚太地区的局势和平衡。事实上，美国要向印度出售 F-35，需要解决多个难题。首先会让周边国家心生警惕，在南亚地区引入先进的第5代战机，很容易引发军备竞赛的升级。此外呢，技术转移问题是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难题。F-35代表着美国航空科技的最高水平，涉及了不少敏感的技术细节。将这些技术交给习惯与俄罗斯关系友好的印度，美国无疑会担心技术外泄的风险。即使退一步说，假设一切顺利，印度最终拿到了 F-35，但问题并不止于此呀。后勤保障和人员培训将成为他们面临的新挑战。不过总的来说，川普在对印售卖 F-35上做出了里程碑的一步。不过他对俄乌战场却不抱有太大希望了。或许是受到美国总统川普及其团队一系列的利好消息影响，克里姆林宫变得愈发强硬。俄军也在加强前线的攻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的最新报告宣称，与最近几周相比，俄军在整个前线都变得更加活跃了。截止到19号晚10点，整个前线当天已经发生了至少250起冲突。克里姆林宫似乎在通过各种手段向乌克兰及其支持者施加压力，迫使其接受有利于克宫的停战协议。对切尔诺贝利石棺的攻击以及在前线的攻击强度增加，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不在乎人员和装备的损失。稍早一些，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宣布俄军在库尔斯克州的损失，敌人在库尔斯克州的总损失已经超过了 4.8 万人，其中约2万人被干掉。不管是在库尔斯克还是整个前线，俄军在付出巨大损失后，攻势已经明显减缓了，但依然处于进攻状态。现在对克里姆林宫来说，在前线取得重大进展，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看起来已经不重要了，甚至连获得更多谈判筹码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迫使乌克兰及其支持者接受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停战协议。在这一点上，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克里姆林宫和川普达成了某种微妙的一致。相比在战场上的进展，俄罗斯军队的远程精确打击倒显得有些薄弱。虽然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击中了切尔诺贝利石棺，
但总的来说，即便是动用了弹道导弹等武器，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效果也并不明显。当然，不排除俄军正在积攒导弹，准备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空袭的可能性。随着乌克兰防空网的持续增强，包括更多的防空系统和电子战系统，自杀式无人机在俄军对乌克兰空袭中的重要性正不断削弱。从乌军发布的战报来看，从今年年初以来，俄军总计发射了近4000架自杀式无人机，其中59%被乌军击落，37%遭到电子战系统干扰后失踪，只有大约3%的自杀式无人机能击中目标。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持续拦截包括弹道导弹在内的俄军各类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之外，前线乌军在拦截俄军制导炸弹方面也在不断取得进步。最新的消息显示，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再次使用电子战系统，成功击落了一枚俄制的导弹，一枚配备滑翔制导套件的 KAB-1500重磅炸弹。乌军似乎已经找到了拦截俄制制导炸弹的窍门，缓解了俄军制导炸弹对前线乌军的严重威胁。与此同时，乌克兰空军也在不断地使用制导炸弹打击前线俄军。乌克兰空军刚刚攻击了库尔斯克州叶利扎维托夫卡村附近的一处俄军据点，俄军第60独立摩步旅下属的第28摩步营无人机排部署在那里，不断从那里向苏梅州发射无人机。至于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袭击，则一直在进行。薄弱的防空网给乌克兰无人机太多机会了，只要乌军愿意，每天都会有俄罗斯境内目标被击中。缺乏足够的雷达系统和防空系统，除了少数地区，俄军无力为整个俄罗斯提供防空保护。不得已情况下，俄罗斯人不得不求助于宗教和神秘主义。在梁赞，东正教牧师搭乘着飞机在城市上空做法，试图用这种方式来阻止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是否有效，自行理解吧。在俄罗斯加紧步伐的同时，乌克兰也并没有坐以待毙。现在的情况呢，对乌克兰来说很不乐观。虽然美国依然在向乌克兰交付军事援助，但这些军援都是前总统拜登批准的。如今乌克兰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靠自己和欧洲了。基辅独立报发出社论：美国正在退缩，欧洲你会挺身而出吗？很幸运，虽然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国公开支持川普，但欧洲大部分国家依然在坚定地支持乌克兰。法国总统马克龙倡导在2月18号召开欧盟领导人紧急峰会，讨论美国态度变化后欧洲援助乌克兰的问题。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宣布，欧盟愿意处理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问题。各国针对在乌克兰部署部队达成了共识，欧洲8国考虑在乌克兰部署25000到3万军人。而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最新版本显示，这些欧洲部队不会沿着停火线部署，但是会时刻准备好应对俄罗斯军队破坏停火协议的行为。法国表示愿意为这项任务提供多达1万名士兵。英国前首相苏纳克呼吁英国必须带头支持乌克兰。另一位前首相约翰逊虽然与川普关系密切，但也批评川普这次做得太过分了。而相比于这些呼吁，更重要的是行动。欧洲在这方面没有让人失望。在刚刚结束的新一轮拉姆施泰因会议上，英国不仅接替美国协调对乌军援，多个欧洲国家也纷纷宣布新的军援计划，给乌克兰打了一剂强心针，用实际行动表明对乌克兰的支持。德国宣布将提供100枚 IRIS-T 防空导弹，荷兰宣布提供25辆 YPR-765 装甲医疗车，芬兰为乌克兰准备的新的军援计划，并且投资生产重型装甲车。冰岛援助了550万美元，用于排雷和国防工业。立陶宛宣布对乌克兰国防工业提供新投资，挪威向乌克兰防空和导弹联盟、海上能力联盟、无人机联盟总计捐款3.9亿美元。瑞典将每年向乌克兰提供2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丹麦已经交付了承诺的大部分 F-16，剩余的 F-16将很快交付。整个欧盟都要为乌克兰建立军事援助基金。2月17号，俄罗斯塔斯社报道，欧盟预计在2025年底之前援助乌克兰约9亿欧元。除此之外，欧洲还会继续注资乌克兰军工业。
德国军火巨头莱茵金属宣布，不管这场战争是否继续，该公司都会在乌克兰建造3座军工厂。目前，莱茵金属每年能生产75万枚155毫米口径炮弹，这些炮弹中的绝大部分都送到了乌克兰，有力支持了乌克兰军队的前线作战。捷克总统彼得·帕维尔宣布，捷克领导的炮弹联盟总计已经向乌克兰交付了约160万枚大口径炮弹，其中155毫米口径是超过50万枚，剩余100毫米以上的口径炮弹超过100万枚。目前众筹资金能够支持到4月，捷克还将领导联盟继续筹集资金，从全球为乌克兰购买大口径炮弹。乌克兰最高拉达议长鲁斯兰·斯特凡丘克在欧洲议会议员的讲话中表示，乌克兰可能很累，但乌克兰没有被打败，乌克兰感谢你们每一个人。当然，乌克兰对欧洲支持者的感谢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根据报道，乌克兰政府已经建议欧盟共同开发该国境内的矿产。乌克兰拥有欧盟所需要的30种关键矿产中的22种，尤其是该国丰富的油矿和钛矿，可以出口欧洲国家需求。泽连斯基刚刚拒绝了川普关于要求获得乌克兰一半矿产的要求，没有签署那份没有任何安全保障和后续军事援助的协议。一切迹象都表明，俄乌战争还要继续，乌克兰人还没有输。好了，今天的局势就聊到这儿，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